此枪名为芦叶枪，乃是杨六郎杨延昭的武器。枪身由冰铁铸造，全长1丈3，可削铁如泥，轻松斩破敌人铠甲。杨家枪号称最为上乘的枪法，武时如梨花摇摆，变化莫测，神妙无穷，是公认的第1名枪。北宋年间，传奇武将世家杨家将骁勇善战，家主杨令公杨业为国之柱石，与杨家妻子驰骋疆场，御敌于国门之外。其中六郎杨延昭与柴郡主自小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听闻皇帝预设擂台比武招亲，自是信心百倍。哪知杨业却是敕令他不得上台比武，只因潘国丈之子潘豹也对郡主有意，此番比武招亲便是其情职所设。潘杨两家向来不和，而彼时辽国对北宋虎视眈眈，若两家仇深加恨，势必不利于抵抗外敌，是以只能强令六郎放弃比武。擂台之上，潘豹颇为嚣张，比武之时还借用暗器偷袭。七郎杨延嗣愤愤不平，带兄长出手，岂料这潘豹如同酒囊饭袋一般，一脚不慎，刚好踩在暗器上，头撞围栏，当场身死。潘豹身死，潘家自然不会罢休，国丈潘仁美与贵妃就要请求皇帝将杨家满门抄斩。此时前线传来战报，辽国大举进犯即将到来，皇帝的脸上终于泛起一丝恐慌。远处已是狼烟四起，皇帝彻底慌神，就要命杨业率兵出战。此时潘仁美趁机献殷勤，皇帝遂命其为主帅，统领全局，而杨业则任命为先锋。数日后，宋军严阵以待，一声令下，全军出击，与辽军大国决战于金沙滩。杨业虽年事已高，却依旧宝刀未老，于乱军之中纵横冲杀。辽军统帅耶律元见此发出信号，潜藏的伏兵立时冲出，称包抄之势从两翼杀来。潘仁美却是包藏祸心，见有埋伏，立刻鸣金收兵，独留杨业势单力孤，苦苦支撑。乱战中，只听一声呼啸之音，杨业一时不察，被敌方毒箭射中。正待舍命一搏时，忽闻阵阵号角声传来，辽军立时让出道路，令杨业得以率军撤离，带领残余士兵赶至两狼山，依仗天险与辽军隔岸对峙。殊不知，这正是耶律元的计谋。消息传至天波府，杨家妻子就要领兵前往救援。临行前，主母佘太君为求此行吉凶，前往拜访高人鬼谷先生。鬼谷先生不愿泄露天机，却还是命小童送上一句真言。佘太君一眼扫过，却是心神俱震，只因那字条上书7子去6子回。与他而言，7个儿子皆是自己的心头肉，无论哪个战死沙场，都是他难以抚平的伤痛。杨家妻子似是察觉此次出征不似寻常，彼此心照不宣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作为告别。待到出征之日，7道身影自落日之处浮现，黄沙漫漫，人与马无言，一路上尽是尸横四野，无人问津，预示着战斗是何等的惨烈。直到一日，杨家军遭遇敌人截住去路，杨家妻子毫无胆怯之意，纵马前行，马蹄声愈加急促，一声呼喝，直冲杀而来。直到临至近前时，众将士丢出装满火油的水囊，一轮齐射下，火油泼洒而出。三郎杨延安射出火箭，将其引燃。刹那间，熊熊烈火打乱了辽军阵型，杨家军趁势一冲而过，随后急行军迅速前行，不多时便赶至两狼山。看着眼前的7个儿子来援，杨业却是毫无喜色，自知中计，心思混乱间，一口黑血吐出。耶律元之所以围而不攻，就是为等杨家妻子前来救援，借此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如今杨家妻子已与杨业聚首，耶律元不再观望，发起猛攻，投石车接连不绝地发动，伴随着阵阵呼啸之声，众多巨石划过天际，生生凿进两狼山。见时机已经差不多了，辽军立时向两狼山城杀来，入眼四周尽是群狼环伺，为今之计只有杀出一条血路。大郎手持霸王枪，一手杨家枪法使得出神入化；二郎手舞双刀，奋勇搏杀；三郎作为神射手，箭无虚发；四郎一柄长刀，纵横拼杀，所过之处无人能挡。五郎手持刀盾，攻守兼备；六郎虽是初次上战场，勇武之姿却是不输几位兄长半分。
众兄弟护卫着杨业，且战且退。虽是成功杀出重围，却也势单力孤，再无一兵一卒，只能一路向雁门关赶去。数日奔波后，几人来到苏武庙，身心俱疲，准备在此休整一番。与此同时，七郎杨延嗣赶至环州城，愿意用自己性命与潘豹性命相抵，请求潘仁美出兵救援。哪知潘仁美颠倒黑白，污蔑他是辽国奸细假扮而来。闻言，七郎再难抑制心中愤怒，抛出长枪击射而出，长枪与潘仁美擦肩而过，七郎却葬身于乱箭之下。苏武庙中，七郎执念不散，化作鬼魂拜于父亲身前。待杨业从梦中惊醒，却见周围仅有六子身影，恍惚间眼前幻境重重，竟见到了苏武身影与刻有李陵碑字迹的石碑。苏武牧羊，李陵叛汉，守节还是归降，都由杨业选择。为免继续拖累儿子，同时宁死也不做降兵，杨业还是选择了守节。几人挖出深坑就要葬下杨业，六郎却说要带着父亲的尸首回家。将军百战而死，也该是马革裹尸，魂归故里。众兄弟皆无反对，便由六郎带着杨业遗体继续前行。几人途经峡谷一线天，身后耶律元却已率领近百铁骑追至，大郎杨延平便叫弟弟们先走，自己留下拖住追兵。因出征之前，佘太君只将所得真言告诉了最为稳重的大郎，他便要留下为弟弟们留得生机。持枪独立，把守谷口，此战已是有死无生。很快辽兵追至，凭借着精妙的枪法与过人的胆魄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。只是杀完一波，还有下一波，人力有尽时，大郎终究还是倒下了。此时二郎杨延定飞马赶回，兄弟情同手足，他不愿让大哥独自上路，视死如归，壮烈而死。不多时，辽兵追至烽火台，四郎杨延辉与五郎杨延德留下，燃起火堆阻拦追兵，竭力厮杀，不死不休，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带着一批敌人落下悬崖，身影消失于滔滔急流，不知所踪。剩下的兄弟两人来到芦苇荡，忽有箭矢飞来，射杀三郎杨延安的马匹。三郎知晓这是敌方弓箭手袭来，便叫六郎赶快离开，自己留下与弓箭手相斗。两人隔着茫茫芦苇荡，箭矢飞掠而过的呼啸之声不断传出。少时，两人各自现出身形，三郎引弓却被瞬息躲过，对方一箭却正中其身。三郎忍痛取下身上箭矢，趁对方来不及拿箭时抢占先机，随后干脆利落将其结果。正欲转身离开时，被赶来的耶律元一枪穿胸。最后的六郎终于赶至雁门关外，却又被耶律元追上，一边挥出，逼得六郎下马，将杨家六人的兵器摔在他面前。这一战难以避免，六郎将杨业遗体放下，拾起长枪与其激斗。纵使本身武艺已是不俗，论实战经验却不是对手，耶律元也因此颇为轻视。六郎却寻到机会制住耶律元，一记过肩摔将其摔得七荤八素，顺势翻身而上，连连出拳。滔天愤恨随着拳劲倾泻而下，正要夺过匕首将其结果时，却是望见父亲遗体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选择放耶律元一马。然而耶律元却并未觉悟，还打算背后偷袭。六郎也不再留手，反手一招回马枪将其了结。最后，六郎带着父亲的遗体与五位兄长的兵器回归。当知天命难违，七子去，六子回。其意原来并非是回来6个儿子，而是独指六郎一人回归。自古征战几人回？传奇之所以为传奇，就是因为其忠孝仁义，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